今天我们主要来聊一聊原油哈。最近呢，原油下跌了不少哈，从去年的最高点一直到现在呢，下跌了40%。很多朋友就问说，现在既然已经下跌了40%，你又经常说未来又是大宗商品的牛市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投资原油了呢？对吧？入手。当然也有朋友觉得看到这个波动这么大，又很怕它这样下来。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原油这个品种。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原油的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？我相信你们在新闻当中更多的听到是什么？欧派克增产减产，包括地缘政治一些。那么我有个问题，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图，蓝色的线呢是原油价格，黄色的线呢是商品综合指数，里面不仅包括原油，包括贵金属，包括农业，里面什么都有，反正就是所有的商品。我们把商品的同比数据跟原油的同比数据拉长周期看，过去10年的放在这里，发现什么？发现它们短期呢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有高高低低，长期呢是同样的走势，对吗？跟我时间长的读者看到这里其实能看出来了，这个是什么周期啊？这个是库存周期，或者叫基金周期。那么我们又反过来看了，如果说欧派克是影响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，那么我们可以说欧派克也影响所有其他的商品，它既影响贵金属，它也影响农业，不可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里就出来一个结论了，从库存周期的维度来看，并不是欧派克来影响它的走势，而是由什么东西呢？而是由信贷周期。我们看这幅图，绿色的这条线呢是原油的同比价格，蓝黑色这条线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，黄色这条线呢是全球的信贷周期。我们可以看拉长周期看，它的走势是相似的。我们讲说，从库存周期这样一个时间维度上来看的话，原油的价格并不是由欧派克来影响，而是由信贷周期来影响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哈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我们说我们是周期派的投资策略，那我们就要熟知几个周期，一个是什么？库存周期，对吧？是3到4年。一个是什么？朱格拉周期，是10年。一个是商品周期，商品超级周期哈，15年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是房地产周期，是20年。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周期是康波周期哈，康波周期是60年，40到60年。因为这个周期太长了，所以呢很多人并没有切实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哈。这个后来我再跟你们讲，其实它现在正在逐渐的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深。那么从库存周期来看的话，我们说原油跟这个的相关度很高，对吗？在这个时间维度上，那它现在走到哪里呢？我们看这个图哈，这个是商品综合指数的同比。如果我们用这个周期的滤波去做预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它是往上走的，所以也可以下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从库存周期的维度看，2024年商品价格是没有大幅度下跌的基础的。那么它现在位置在哪里啊？是在底部刚翘头的地方，这个是全球的信贷周期。现在它最新的数据呢是1季度，是摸底，它们可以相互验证哈。你看这个是商品综合指数，它是在第2季度它是往上走的。这个是原油价格的同比，我们看它同比也已经往上走的一个头。那么库存周期呢，我们已经明白了。那下一个研究是什么？肯定是商品周期，因为本身原油是属于商品嘛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定位呢？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啊，以前我们是用时间周期去定位，然后来反向，就是来推导资产的价格。今天呢，我们用资产的价格来反向推导周期位置。在过去的100年间，
美国的股票跟债，这个是债的收益，这个是股票的收益。股票跟债同时下跌、同时亏损的年份就这3个，只有这3个。1931年，30年代嘛，30年代，一个是70年代，一个就是2022年，也就是最近嘛。30跟70年代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讲过，30、70年代都是高通胀，原物料的价格涨得非常高。那么如果我们反向定位回去的话，我们看看在那个时间段原油价格是怎么走的。看啊，绿色的线，这个是我能找到时间最长的了。如果我们一般看原油价格，就是可交易的原油价格，其实它只到1960几年，30年代是找不到的。这个是我能找到的公开信息当中就是最长的了。我们看啊，30年代的原油价格，因为它这个不是对数哈，其实如果要是对数的话，它这个涨幅会更高。你想从10到20，它是翻倍的。如果它是对数的，其实这个图会更容易看一些。70年代，然后就是2022年。2022年我们看前面这个图啊，原油，看到吗？如果是从商品周期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讲说，其实商品超级牛市也才刚刚起步啊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我们从就是刚开始讲的库存周期也好，还是讲我们长周期的超级商品牛市也好，目前的原油价格都是看涨的。好，我们讲的不是明天，不是后天，也不是下一个月或下一个季度，我们说的是从至少一个库存周期的维度。那么从我个人来讲呢，我认为就是不管从库存周期的定位来讲，还是从商品超级周期的定位来讲，原油的价格都是看涨的。那么大方向定了，我们说呢，看长做短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是它长期上涨，我们才敢做多，对吗？那做短怎么做呢？短的时候，短就是反向做，在底部做。那么如果你会技术分析的话，你就可以找点位进去。如果你不会，那你长期关注我的话，你在圈子的用户呢，可以看我的原油定投指数，或者是你自己选一条均线，在均线下方的时候你定投进去哈。我还是建议普通投资者做定投，会更容易更好把持一些。如果你对原油投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你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，请你帮我点一个赞。